第一次见面，大叔就在陌生人面前脱掉了袜子，这才看清大叔根本就没有脚趾甲。不仅如此，他连手指甲也没有，指甲的位置光秃秃的，地上的小东西根本捡不起来。开易拉罐是最痛苦的，更难以置信的是，他不能用玻璃杯喝水，一拿起来就会滑下去，杯子在手中反复滑落。节目组怀疑大叔是故意的，大叔却说自己没有指纹，光滑的东西根本拿不住。大家一起按手印，大叔的手印模糊一片，真的看不到任何纹路。由于缺少指甲的保护，轻轻按压手指就会带来剧烈疼痛。然而大叔的工作却很依赖手指，他是一名汽修工，工作需要一直动手，就连缠个线圈都会疼痛难忍，哪怕一个小小的失误，都会给他脆弱的皮肤造成不小的伤害，手上也总是伤痕累累的。因为要养活一家老小，他就这样忍着疼痛工作了30年。医生说他患有一种名叫大疱性表皮松解症的罕见疾病，由于是遗传性的，所以没有根治方法。其实这些大叔都无所谓，他在意的是女儿。女儿出生的时候，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检查女儿的手指，看到女儿有着正常指甲，大叔激动地哭了。他不想让女儿承受和自己一样的痛苦。现在大叔最喜欢做的就是帮女儿剪指甲，女儿也很懂事，每天都会帮父亲包扎伤口。상처 보면 어때요? 커튼실할거 안 다치게 안 다치게 기도할거. 大爷因为头痛去医院拍片，却引起了军事专家的注意。专家对着 X 光片测量，结果更让他傻眼，大爷脑袋里竟然有一颗子弹，而且是军队常用的 7.62 毫米子弹。子弹已经在脑袋里存在了50多年，但大爷本人完全不记得子弹是怎么进入头部的。既然是军队常用子弹，那大爷肯定与军队有着某种联系吧。大爷说自己年轻时参过军，打过仗，头部也受过重伤，后来慢慢恢复了，完全不知道里面还残留一颗子弹。那为什么被子弹射中，他还能活下来呢？这很不科学。专家说是有这种可能的，子弹应该属于榴弹，也就是经过障碍物反弹的子弹，不在有效射程内，所以才没造成重大伤害。而且子弹的位置在额叶右侧，这部分没有太多功能，这就是为什么之前没有明显症状的原因。但现在有个棘手的问题，子弹距离大脑关键区域只有5毫米，要想把子弹取出来，很可能会造成更大的事故。而且大爷今年70多了，暂时没有太大问题，医生建议保守治疗，平时头痛的话可以吃点药。大爷也觉得，既然子弹在脑袋里待了50年了，也不差这几年，就让他安静的陪我到老吧。大妈刚从银行取了钱，却故意丢在了板凳上，把钱还给他，他直接把钱丢进了下水道，接着放声大笑。看到有镜头在拍他，大妈神色慌张的跑开了。走访一圈才知道，这大妈的反常行为还不止这些。附近菜市场的商贩都收到过大妈送的钱，每天送2万韩元，丢下钱就走，从不说话，真的是奇怪呀。大家在市场安装监控，经过漫长等待，大妈终于出现了。大家偷偷跟踪她来到银行，只见她取完钱又随手送给了一旁的老太太。出门后又开始给路边的小贩发钱，一出手就是3万韩元。大家继续跟踪，发现大妈的迷惑行为还在继续。在买了几个汉堡后，她开始给身边陌生人分享，剩下了一个，她一口没吃，直接丢进了垃圾桶。这种种怪异举止到底是为什么呢？大家一路跟到了大妈家，才发现她家并不富裕，甚至还有点破。问她为啥要给别人钱，大妈却一口否认。大家拿出拍到的送钱视频，大妈立马改口，说自己是奉命办事，是山神让她这样做的，然后又扯了一些有的没的，越说越离谱，看起来精神不是很正常。另外大家还发现大妈财务状况并不好，存折上也只有7万多韩元，甚至水电费都没付，生活本身就很困难。大家去社区街道走访，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都知道大妈情况，想要帮助她都被拒绝了。节目组觉得有必要带大妈去医院看看了，结果一听去医院，大妈直接哭了起来，说自己必须要听山神的话，否则就会受到惩罚，让大家不要管她。看起来病得确实不轻啊。经过连续几天劝说，大妈同意去医院。和心理医生交流过程中，大妈还是不断的胡言乱语。医生说这就是典型的精神分裂症，同时还出现了幻觉，都是由于长期缺爱导致的。之前收到过钱的商贩听说大妈的情况后，都表示要把钱还给大妈，还要给她温暖，让大妈感受到被爱，赶快好起来，省流。大妈得了精神分裂症，整条街只有这棵树，每天早上都会剧烈晃动，鸟都不敢在此停留。往下一看，才发现有个大叔在疯狂的拿头撞树，哐哐1分钟就要撞60次，都撞出血了。大叔却说这样对身体好，脑袋锻炼完，肩膀也不能少，拿出药膏随便涂一涂就好了，这样真的不会痛吗？大叔轻蔑一笑，说自己已经锻炼5年了，还让记者摸摸看，果然已经练就出了厚厚的老茧。大叔还一脸傲娇劝大家不要模仿，否则很可能脑袋开花哦。这条街上的店主都说，每天都能看到大叔撞树，就没见过额头不流血的时候。不过呢，还是心疼这棵树多一点。大叔看起来一身的暴力，工作起来却非常安静，为啥会选择这种奇葩的锻炼方式？大叔表示自己以前是拳击手，因为比赛打得不好，根本赚不到什么钱，为了养家糊口，
他脱下拳击手套，拿上锤子，成为一个修鞋的。由于摊位所在区域治安很差，经常发生一些打架斗殴的事件。为了防止别人找自己麻烦，他决心变成一个狠人，让别人都知道自己不好惹，所以就开始了这种奇葩的锻炼方式。节目组决定给大叔一个惊喜，带他来到拳击馆。面对久违的沙袋，大叔跃跃欲试，熟练地缠上绷带，和陪练一阵切磋。毕竟久输战场，看得出来力不从心，但大叔还是很开心，这是自己的梦想啊。大妈端着刚熬好的牛骨汤进了厕所，直接用骨汤洗脸。她说必须要用熬了12小时的牛骨汤，这样对皮肤才好。更夸张的还在后面，洗完脸后，她竟把生牛肉当面膜，整张脸贴满了新鲜牛肉，血水还不停往下滴，用完也不浪费，直接吃掉。最急的人是她妹妹，认为姐姐38岁的年纪看起来像18岁，容易引来非议，而且由于常年吃生肉，去医院检查发现身体还发生了一个奇怪的变化，但她并不在意，反而还让记者也试一试，拿出新鲜牛肉就往记者脸上涂，边涂边问记者感不感动，完事还让记者尝一口。记者含着生肉，迟迟不敢往下咽，因为每天吃新鲜牛肉开销太大，他没事就要去餐厅打工，这样还可以顺便吃点餐桌上的剩肉。老板看到也不敢说什么。下班后，他来到海鲜市场，这又要干啥呢？只见他选了一条鱼，简单处理了一下，抱起来就啃。不一会，整条鱼只剩下了骨头。但这样生吃真的健康吗？大家带他来到医院，结果在肠道里竟然发现了一条长达1米的绦虫。医生及时为他进行了驱虫，还告诫他为了健康不能继续生吃了，大家千万不要模仿哦。奶奶只是吃了一勺东西，孙子却面目狰狞地看着他，因为奶奶吃的东西实在奇葩。随后拿出自己的假牙，在上面又挤了2道这东西，接着戴了起来，看着属实恶心。一问才知道，这东西竟然是眼药膏，而且奶奶已经吃了4年，她一定是对眼药膏有什么误解吧？眼药膏在她手上，除了不用在眼睛上，哪里都能用，根本不需要唇膏和护手霜。奶奶说，尤其这脚气一绝，今天涂明天好，实在是居家必备良药。节目组问她吃起来是啥感觉，奶奶一脸沉醉，说入口绵柔回味甘甜。吃饭时，奶奶又把眼药膏挤在假牙上，说这样就可以啃得动骨头，还能帮助消化。原来奶奶一直有肠胃方面的问题，也吃过一些药，但有严重的副作用。后来不知道怎么想的，吃了一次眼药膏，结果胃里一下就舒服了，就这样一直吃了下来。家人都很担心奶奶的身体健康，劝她不要再吃，但奶奶根本不听，最后被家人带到了医院。检查下来，医生明确表示，眼药膏不是万能的，不仅没能帮助她，还引发了食道炎，必须停止这种行为，大家千万不要模仿哦。大爷没病，却在家里常备一箱狗皮膏药，每天睡觉前，妻子就会帮他贴膏药，手上、额头各来一个，耳朵、下巴也不能少，除了眼睛，全身都贴满了狗皮膏药，像个木乃伊一样。现在就可以安心睡觉了。但妻子却说他根本就没病，甚至比同龄人还要健康，啃骨头比狗啃的都干净，下地干活也没有任何问题。由于身上贴满了膏药，太阳一晒就会变得很烫，所以不能长时间在地里干活。街坊邻居都不能理解大爷的迷惑行为，而且长期贴膏药还对皮肤造成了严重伤害，有些部位都出现了溃烂。检查后发现情况更严重，大爷患上了接触性皮炎，必须要停止使用膏药。那他为啥10多年来每天坚持贴膏药呢？经过心理咨询，才知道原来10年前大爷不小心掉进了坑里，过了3天3夜才被救上来。从那以后就开始做噩梦，每天都感觉有东西在身上爬。偶然贴了一次狗皮膏药后，竟然连续2天都没有做噩梦。从那之后就离不开膏药了。医生给的建议是定期来医院做辅导，慢慢改变想法，做噩梦的情况就会得到改善。他把600斤的野猪当儿子养，会骑着野猪去买菜，速度还能调节，只要扭一下耳朵，想快就快，想慢就慢。他直接成了街上最靓的老头。大爷还会和野猪一起睡觉，野猪每天叫他起床，熟练地打开窗户，对着主人就是一顿杀猪叫。大爷如果想赖床的话，他会反复开关窗户发出噪音。看起来野猪应该是饿了，大爷起身去厕所给野猪做早餐，刚做出来的就是热乎，野猪吃的一脸享受。野猪是他爬山时意外捡到的，当时很小一只，很可爱，没想到它才3岁，身长就超过了1.9米，体重也接近了600斤。不过还好，野猪很温顺，能听懂人说话，可以和狗一样握手，大爷可以随时骑在它身上。不过被大爷骑久了，野猪也会调皮的想骑一下主人，大爷完全没有招架之力，被600斤的野猪压得死死的，差点压出了腰间盘突出。大爷每天还会带它去遛弯，野猪也很听话，过马路会跟着主人走天桥。路过一家猪肉店，它突然停了下来，奇怪，怎么闻到了妈妈的味道？他莫名感到有一股杀气，吓得赶紧扭头就走，乖乖的跟着大爷回家了。最后和大爷来个亲亲，就可以安心的睡觉了。这样的宠物你想养一只吗？这只狗每天坐公交车去找女朋友，只见它熟练的上车，和司机打过招呼后，疯狂的摇着尾巴来到后排。大家都认识它，很多人坐车就为了看它一眼。
找了个靠窗的空位坐下。如果说有老年人的话，他还会主动让座。看着窗外的风景，突然变得多愁善感起来。有好几个地方我还没尿过呢。他知道什么时候下车，会提前来到司机旁边，摇摇尾巴，再叫2声示意下车。下车后来到一家餐厅，一进门就开始撒娇，原来这是他的家。主人说有次他2天都没回家，于是就去外面找，找了好久都没找到。没想到的是，刚走到公交站牌，却看到他从公交车上跑了下来，也不知道他跟谁学的。主人说这样也挺好，自己遛自己很省心。吃饱喝足的狗狗躺在炉子旁睡着了，一觉醒来就想要出去玩。主人解开链子，他立马跑到路边等公交车。大家决定跟着他，想看看他每天跑出去到底在做什么。只见他下车后穿过一片树林，来到了一个小亭子，一只卷毛狗高兴地迎了上来。原来这就是他每天约会的女朋友。没想到女朋友还是混血的，体格比他大了1圈，但这不重要，小别胜新婚。2只狗紧紧抱在了一起。